大家好，咱们今天又到了这个日本棋院基础课。上一次呢，死活部分结束了，那咱们今天呢，新开一个章节，就是手筋部分。对于手筋呢，我的感触是非常深的。那我的提高呢，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一块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曾经讲过我的这个长棋的这个过程。长棋的过程基本上就是首先呢是要有一个死活的基础这个死活的基础，像我呢，首先最早是从这个曹大元和这个杨辉呀，他俩写的这本叫《死活两百题》开始的。那上的题目我是可以说滚瓜烂熟了。那后来呢是这范案论，咱们以后呢也会再做一期完整的范案论。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给我留言，我会考虑做一个完整的范案论的内容。那范案论之后呢，那我呢本身我不是说那种一道题做的，我基本上就是往上摆。那你摆跟做呢，其实呢虽然方法不同，但是呢达到效果还是比较接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像我是属于比较感觉型的，我下棋属于靠感觉，有的人靠计算。你像我这个半师半友他是计算力非常强。那感觉的话呢，他如果是正确的话，是吧？那也是他做多了，他的这个棋感也是上来了。所以呢，这是死活部分。那对于手筋部分呢，那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在你有了强大的这个大量的死活题基础之上，再来死活部分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你是没有死活做基础的情况下，你上来就是做手筋，你也许我这个因为我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个像高屋建瓴一样，是吧？那地基打得不牢靠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手筋呢，它是应该是在这个做死活之后。另外一个呢，手筋是意味着什么？它就是说在双方贴身战的时候，你下的最正确的招法。那有人会说，那我是不是把手筋死活我都滚瓜烂熟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到了业务了呢？我觉着起码来说在接触战上你不会吃亏，但是呢它还有一个东西是需要时间的磨练的，就是这个棋谱。这个你要不打棋谱你就想提高，我觉得蛮劲儿够了你这个贴身蛮劲儿肯定有了，但是呢到了需要那个形势判断转身棋子接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真的便宜到了？这个就是软的东西没有也是不行的，这是软实力，这是软硬实力吧。那好吧，这就废话不多说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它现在第一章呢叫墨迹手筋类型首先看这最简单就是点方，无论是黑棋来点还是白棋来补，那这里都是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要点，是吧？这也是一样的。关于点方我要多说两句，就是说虽然说有句话叫逢方必点，这句话其实是很误导人的。围棋这东西它不是说那么都是死教条就是这个有方就得点。这个我印象中好像是最早谁说的，是王源说的。这个话很坑人的就是说尤其有时候人都不爱算的时候，那上来觉得这方必须点，其实你点完了不见得是好棋当然你说多数情况下那个有方可以点，但是那也是你要根据这个形势的需要的，那不是说乱点的所以王源这个说法本身是错误的。别看他职业棋手，我照样说他是错的像这种情况下那就没棋可走了，这是必然要点方是吧？不论是谁来走，黑方还是白方这种棋型也是一样的，这个不要下俗手那正确的就是如果是黑棋下也是逼着对方来走，我来点对方让他去顶我，然后我把这补上，这个是最合理的。
那如果白棋下呢，你交不交换这手棋啊，其实不是好棋。你交换了，他补了以后，你还得回头还得补这个，所以干脆也不如直接跳了，是吧？白棋走了个这个啊，黑棋呢，这个是要点，逼着对方把这个补上啊，这个是这黑棋已经便宜了。那如果正常来说，白棋下应该把这个双掉才是要点，这个拆并不着急啊，所以这应该是双是这个棋形的要点。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频道，因为我也要观察一下别人的频道怎么做的，是吧？我的个人感觉啊，看别人的频道呢，就好像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传声筒，基本上就按人工智能怎么说我就怎么来。我当然人家这样也是没得说，如果他这个能很透彻的话，是吧？那没得说。咱们这频道呢，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本身我也没有。我对这个人工智能我不是那么熟练，但不是说人工智能不好啊，他们不熟练。你像我本人，我只有一个zn7，我没有装像人家他们又是什么决议这烂我都没有，所以呢，我基本上就是肉人啊，肉人讲棋啊，知识内容也是来自于肉人。我本人呢也是参加的也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我有时候肯定有口误，这是在所难免，我经常有口误啊，所以呢，那就是肉人不可避免错误吧。像这个棋形也是啊，这个棋形呢，如果你能发现第一感啊，能找到第一感就是这个啊，无论是黑方还是白方，能发现这个，那你就有一定棋力了啊。这个就是说一下就点到这里来，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怎么说呢？你能发现要点呢，但你的如果计算力跟不上啊，也是有问题啊。你比如说，就像我刚开始说，你要手机你看一眼能看到了，但你后续的话，你要走不对。也不是太行啊，但毕竟还是有这个棋感是很重要的。因为咱们今天内容呢，主要是认识手筋啊，所以不会有太多题目啊。这个棋呢，也是让你黑棋看你能不能发现这个要点呢？就是这个形状啊，这个形状是要点啊。那白棋下也一样。也是下在这里，这都是三子中间。我们再看这个棋形啊，这个棋形攻击的己所，攻击的己所呢，黑棋啊，如果是走压，走压，那白棋下手棋，你觉得应该走什么？你觉得应该走什么？如果就是不动脑子一应这个，这来了就一点，这个不舒服啊。这个棋啊，当它压的时候，正确的下法应该下跳一个，这个棋形我印象非常深，这是最早出现在这个大东英雄写的《手筋的威力》那本书里面曾经出现过啊，类似的棋形吧。那你要能一眼发现这个己所，就是这里。那白棋如果走，就一虎在这里，马上变成这个厚棋；黑棋走呢，一长这个变成薄棋。他说这个例子呢，就是如果你黑棋贪图实地走这个，他一虎，这白棋就无忧了啊。形状，什么是坏形状？这个是也是这个手筋的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你像这种棋形呢，这拐了就是好形状，一拐一个就是好形状，黑棋很完整。但如果是这里没有这颗子呢，如果没有这颗子，那你这手棋就无意义了啊，没有意义。我们再看这个，那这个棋形啊，现在这里你觉得应不应该粘？对于黑棋来说，应不应该粘？我这有摆串行了啊，没摆串行啊，这个是它的书印错了。这个棋当然是不能粘了，你粘的话就成迂形了，是吧？他给出的答案呢是在这儿尖一个，这个我没见过啊。我不懂他这个为什么要跑到这儿尖一个，但是你如果是下的话，我觉得啊，这个反打也是正常的，反打一个就可以了。你提了我就长呗，往前长就可以啊。所以这个棋形啊，这个书上我觉得它是印的是有问题的啊。每个人学棋的出发点，我相信各不相同。有的人就是以这个下棋为乐趣啊，有的人呢，他就是说，就是想提高。那还有的人就是我这个类型的，
我这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的目的啊，也不是说就是非要战胜对手，或者说是提升到一个多么高的高度。你想那个这个人就是像我这种，就算你达到业5了，你觉得就高了吗？对不对？那个时候他还是业余啊。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呢，可能跟大家都不太一样。我在我以前的这个访谈节目里，我曾经说过，就是我的目标呢，就是想看懂这个职业棋手下的棋，这是我的目标。然后那个时候，你像我摆这个小天光一对一集，我摆了7遍，后来我那都打散了，打散以后呢，我把它分装成7册，然后我的学生呢，我就送他，我觉得这个学生他挺用功，我就送他1册，以这种方式。后来小天光一对一集都没了。现在都没有，不再出了，就买那种复印版，这是我的初衷。那到今天呢，我依然是就是，但是现在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你看职业棋手下的棋啊，你可能10层呢看懂3层，就感觉这职业棋手像画画一样，就是那个六超那个年代啊。那随着你水平越来越提高呢，你可能大概能看懂个5、6层了，能看到5层以上呢，基本上你就是得到业余3段了，最少业余3段到4段之间。能看懂7层的时候啊，我觉得你能至少得业5以上，那是就是我觉得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吧，是吧？那我这大约母啊，大约母。当然你们看我这个节目，相信肯定会有很多提高的。如果你完整的把我现在我录过的这些节目都能完整看的话，那肯定会提高很多的。不能说这个100%能到心脏这个野狐的8，但我估计也差不太多能摸到边了，是吧？但你得用心看啊，用心看。那这闲话了啊，闲话。那咱们看这个棋形也是，这个棋形呢，这个家是棋形，如果你不走这个，就是俗的溜着走，这么下呀，这个没个提高，这棋没个提高，他这个还可以再打你一下，人家再长，这就俗啊，恶俗。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啊，这个一般是我相信，只要是连2级吧，我估计2级3级都不会下错的，这当然是虎了，是吧？这个不可能下这个粘的，这粘不是围棋啊。这个呢，如果大家看过这个下一手里面，这个手筋部分吧，是我在讲手筋部分里的还是在哪里？我忘了啊。就这个棋形一定是我说过，一定不能下这个，对吧？这不是棋，看似好像争了个先手，但是你还是有断。这个棋呢，就是粘住啊，不要下俗手顶。这是一个常见倾销啊，常见倾销呢，就有人说了，现在这个普遍大家都在提高，是吧？提高看大家能不能发现，这个棋黑棋应该下什么？这个下对了，就证明你应该是具备这个，我觉得得有3段了吧，业余3段左右的水平，是吧？这个棋啊，需要呆并一个，你要冲是不是好棋啊？冲你打了看似挺好，但这都2头便宜，这个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啊，这还能便宜？他再把形一补，那你看你这花了这么多手去吃这俩子，这亏大了，是吧？那正确的下法就是呆的一并，这是棋形，允许对方开柴。看看这样的棋啊，这样的棋如果能下对，证明你很有实力了，已经是吧？就是说那个别随手，不要下随手，这个能下出来，然后这就是你有实力的表现了。那他如果粘呢，这个黑棋就把对方压缩进去了。如果说这个棋你下的是这个就没意思了，这就差很多。还记得在我的节目里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就是逢飞必跨，是吧？这个棋形就是如此，这个一定要跨上去，一定要跨上去。这个是在咱们下一手的节目里曾经出现过，是吧？还有就是这个冲是不行的啊，这个冲这不是围棋，这惨了，
最后一个棋型啊，这个棋型呢，在老的定式里面是，作为经典的手筋来举例子的，是吧？现在当然都不下这个什么了，都那个很难看到了，就是这手棋都不粘嘛，它不都现在都这个在二路这个爬嘛，是吧？不容易看啊。但是啊，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棋型吧，起码对你棋型理解上，这个棋是绝对不能粘的，粘了那这一坨一大坨是吧？所以这个棋是反搂，反搂一个，这手棋打不打都无所谓了啊，这单长就可以了啊，这个棋就把自己棋型走好了。那好吧，今天咱们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希望各位棋友能够点赞，谢谢。